好朋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次呢就介绍了，就是有关那个泡奶嘛，哈。那很多朋友就说啊，奶我会泡啦，我也会啦。那我的小孩子长大了，那是不是要吃副食品了？还有有的朋友就说，他的小孩子要吃主食了。可是呢，对他来说，哇，那就是太烦恼了。好，所以接着呢，我就要跟各位来介绍系列的一些有关副食品啊，还有婴幼儿食品的一个做法。而且我们只要前面的基本功做好了以后呢，后面呢，我相信大家5分钟就可以搞定哦。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基础功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纵然做的多么的营养，多么的好吃，小孩子多爱吃，吃的多好，可是呢，小孩子呢，你吃进去的东西是不够卫生的那也是没有用的哦。好，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讲到卫生。好，那所以概念上呢，一进来说基本功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制作所有婴儿食品的时候，它的卫生是最重要的。那提醒各位很多东西它都细菌呢都潜藏在我们不注意的细节里面。好，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有的用具、刀具、砧板、抹布等，好，还有就是它所有的碗、食具，这些东西呢都要记得我们呢都要注意卫生好，那我们再讲说刀子、砧板、抹布等这些都基本上一定要有2套。2套的原因是因为生食一套，熟食一套。好，那第二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你洗过了以后，不要忽略了，一定要用一个冷开水把它冲过。这个是观念上要有的一些有关用具的部分那当然若是万一你就不小心又污染的时候，记得还是洗。然后用冷开水冲好，那接着就是自己那你自己呢就是要注意的，指甲要剪那做副食品的时候，头发呢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当然就是先把自己整理好手要洗干净呢。那洗手的时候注意也一定要用洗手乳。那洗手乳记得要有泡泡，然后洗完了以后呢，也记得一定要用擦手指帮它擦干因为这样子你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卫生的才不会让小孩子呢吃的东西顺便呢美食以外再加了一个调味料就是细菌所以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观念。然后第二呢，我们就示范一下刀工好，那我就以红萝卜还有苹果来跟各位做一个示范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叫做生食嘛那生食呢一定我们要洗干净用水龙头的洗干净。洗完了以后呢，我们刚刚就说了，我呢就去皮那我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去皮其实它有一些撇步其实你可以呢我们就从这边先把这边的头这边先去，好，去了以后再去这个尾巴，然后呢这样子这2头削了以后，你手拿在这中间，好，这样子削好，各位注意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发觉我是用斜的？斜的因为直的其实不大好，比较不好削用斜的。好，那削完了以后呢，当然就记得我们就要来就是要来把里面的核去干净好，来，那我就把它切开注意是不是就是说有污染了，那就用冷开水冲好，那我这里呢，然后我就把它去核好了。去核好了以后呢，好，这个就又回来咯。好，记得用冷开水呢把它冲过冲过冷开水冲过。好，那这个我刚刚用冷开水冲过的东西，好，那这个你呢，若是剩余食材，你当然用个盘子给它装起来。这些呢，刚刚你看我在去核的时候都已经脏掉咯，都要记得好，都要给它冲过。好，然后这个也用过了，是不是？那当然砧板也要好，
那这样子的时候，好，各位在看的时候一定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这里呢有垫了一个擦手纸哈，而且我是用稍微湿的擦手纸的原因是因为砧板呢会滑啦哈，所以我会这样子做哈。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刀工哈，刀工的时候呢，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哈，我们一般呢切的时候手拿这边，那刀子这样子下去。那下去的时候，我的头眼睛是看这边，因为这样子的目的呢，是你可以掌握住，好，你可以掌握住你的颗粒的大小哈。好，那我们呢，现在以12个月的婴儿来说，我们给他的是0.5公分以下的那个颗粒嘛哈，一样哦，你看。我是不是眼睛往这边看，我就会掌控的它的一个的大小哈。好，那我切好了，好，一样，眼睛都往这边，好，切好了哦。好，切好了以后呢，那我就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小孩子吃的这个大小哈。我们12个月的婴儿呢，我们给他的这个颗粒呢，大概就是0.5公分左右啦哈。好，那我们的那个8个月的婴儿呢，我们给他吃的是泥啊，泥跟0.5公分这中间就循着它的叶龄，你就可以一直加大哈，像比如说0.1公分、0.2公分、0.3、0.4、0.5这样哈。那当然有个别差异，我们中间也可以做调整哈。那一般的量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12个月的婴儿呢，大概就是1汤匙的这样子的一个量哈。好，那这做完了以后呢，我就再来跟各位再分享一下红萝卜的一个切法。现在来看试探红萝卜哈的切法哈。朋友会问我，为什么就是说的，我们不先去皮，蒸熟了以后再切哈？因为切它是不好切，就是你熟了以后要去皮是不好去的哈。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含皮去蒸的时候，营养素会锁在里面，所以我们给小孩子吃红萝卜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带着皮去蒸哈。那去皮的时候呢，一样哦哈。好，来。我们呢，就是拿着刀子这样，好，也是这样子，斜边这样子哈，好，这样子。但是注意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把它削深一点。去好皮以后呢，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哈，要用冷开水冲过。冲过以后才进行切的动作哈。切的时候，我的手呢放在这个位置，我先把它切一个平面。好，因为切平面这样子，这样子它比较不会滑动哈。好，接着我切这里，这个呢可能会影响我的颗粒的大小，所以我不要了啊。那我手拿这边，我的眼睛往这边，这样子放。我才知道我的颗我要切到多大。这个是有关切红萝卜的一个技术哈。当我们做完了以后，有剩余的这个叫做剩余的食材哈。那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剩余的食材我们也不要浪费哈，我们还是用盒子给它装起来，密封盒给它装起来。可是你装起来的时候，记得你的盒子呢是也要冲冷开水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放回去哦，以便下次的时候要使用哦哈。好，接着我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蛋哈，剥蛋的一个技巧哈。那剥蛋呢，我们这个是熟蛋，你可能看起来比较不清楚哈。来，我来看一下，一般哈，你去店里面去买的时候，我们蛋打开的时候会有气势的地方，就是比较胖的地方哈。好，所以呢，我们在敲蛋的时候，一般都是气势这边好敲一下。那我们不要在砧板上敲啦，我们也是在盘子上敲哈。在桌边敲一下以后，其实它的蛋呢就会
很好剥哈。还是提醒哦，你蛋呢剥好了以后，好，你也要用冷开水给它冲哦。好，那接着呢，我就要来介绍，我们常常要刨丝啊，哈，那要刨丝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这个是蛮好用的。我们在做婴儿副食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到丝哈。好，那像刚刚说红萝卜，我就用刨的，可不可以？可以。好，那你就刨了以后呢，你再是做切的动作也可以。好，各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些技巧给各位哈。那当然嘛，所有的东西要巧，就是要练嘛哈。那这些习惯还有刀工呢，那就希望大家在生活上呢，就先做一些养成，然后那自然你就会变得很巧了，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哦。好，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再系列的做一些食材的一些准备的一些方法哈。记得哦，要按赞分享哦，拜拜。喜欢刘杰老师的分享吗？扫描 QR 码追踪按赞分享老师粉丝页看更多影片哟。